大年30，我刚做好年夜饭，小姑子和她丈夫后脚就到，准备吃现成的。我问婆婆他们怎么不在自家吃年夜饭，婆婆催促我赶紧上菜，说在哪过年都一样。于是第2年我就带着老公跑了，吃饱喝足才回婆家。他们一家人大眼瞪小眼，听到我们已经吃过了，傻眼了。和姜妍结婚第1年，大年30，婆婆在厨房喊我帮忙，我看着坐在沙发岿然不动的父子俩，不好意思，自己起身去帮她。谁知道帮着帮着，婆婆就以出去买调料为由，剩下我一个人在厨房忙碌。等做好菜，准备端出去时，才发现小姑子和她丈夫也在。今天终于算是大团圆了，小曹赶紧端菜，公公在一边催促。我问婆婆他们怎么不在自家吃年夜饭，婆婆也催促我赶紧上菜，说在哪过年都一样。可是留我一个人在厨房忙碌，他们直到饭菜快好了才过来吃现成的。要知道我没出嫁前在娘家年夜饭从来没沾过手，嫂子手艺真好，这菜做的跟大饭店水准差不多。既然小袁喜欢，明年年夜饭还过来，我让你嫂子换着花样给你做。婆婆笑眯眯给小姑子夹菜，一边冲我吩咐。我看着一边没心没肺吃得上头的丈夫，一脚下去，想要碾碎他的脚趾，他痛得筷子都掉了，很无辜地看着我，感情是把我当免费厨师了，还带点菜的。这么顺口，去大饭店吃还要出钱，在家有免费的厨师，还点上菜了。一个人在厨房忙碌几个小时的委屈，此刻到达了顶峰。公公冷下脸来，进屋给我拿了1000块钱，放在我面前。小曹辛苦了，这是爸妈给你的新年红包呀，嫂子快收着吧，今年你是第一个领到爸妈红包的幸运儿呢。说完塞进我包里。可是饭后，我看婆婆鬼鬼祟祟，给女儿女婿还有自己儿子过年红包，都是厚厚的一个大红包。姜妍，红包充公了啊。姜妍躺在床上打游戏，很随意嗯了一声，又补充道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今年你拿双份。我拆开姜妍的红包，里面赫然是崭新的1万块，真把我当廉价劳动力了。晚上起夜，听到公婆在小院咯咯的笑声，还是女儿贴心，我看小曹不是个吃亏的主，就是他越是斤斤计较，我们越是看不起他。本来准备给他1万红包，谁知他这么爱计较，做个饭还真当自己了不得了。这新媳妇啊，就得磨磨他的脾气。我看小妍什么都听老婆的，那会行。回屋后，我立刻打电话退了在朋友那订的燕窝。初2回门，打包好原来准备给公婆的人参鹿茸、茅台酒，全部带回娘家。婆婆看着这些礼品直了眼睛，小曹会不会太多了些，你娘家也不一定吃得完。是有点多，原先是2家1家1份，现在是2份全打包带走。女儿贴心嘛，我也是父母的女儿，今年第一次回娘家，礼多人不怪，不也是给婆家撑门面吗？公公盯着茅台看了许久，才慢吞吞开口，老人家喝酒多了不好，不如酒就留下，不送吧。爸，我就知道老人家喝酒不好，您还有高血压心脏病，才买了回娘家的，这种不好的东西我怎么能留给您呢？他默默竖起报纸，遮住了自己看那箱酒的眼神。姜妍这个二愣子还在往车上卖力给我搬礼品，对着他妈快要眨抽筋的眼睛，眼瞎心盲。没多久，美容院给我打电话说要充值，我有点惊讶，不是年前才充了5000吗？这么快就快用完了。美容院说我婆婆带着小姑子和她婆婆去消费了，一次就是2000的项目。我气笑了，不是用自己的钱，真大方啊。反手就用了姜妍的信用卡，给自己买了套时光琉璃。晚上小姑子就出现在家里，亲昵的挽着我的胳膊，嫂子，你在那家美容院做的项目真好，我去了几次，连皮肤都好了不少呢。婆婆也摸着自己的老脸，站在窗边照镜子。小曹啊，既然都觉得那家店不错，你再去充点费用，你是老会员，充卡有优惠，充了大家一块去，下次我们带上你。好家伙，光明正大来占便宜了。婚前我带着婆婆去过一次，她还不好意思，非要给我充1万，我阻止了，客气的说了句，以后想来直接报我名字就行。婚前她一次没来过，婚后就这么光明正大占便宜了，还带着自己女儿和亲家。刚美容院给我打电话了，说最近新客户办卡优惠力度更大，还有老带新活动，你们充卡比我充卡优惠多了，到时送的项目也都给你们。我最近脸上有点过敏，不打算做了。母女俩默契的转头看着我，气氛一时有些尴尬。哎呀，大嫂都过敏了，会不会他们产品不好呀？妈，我们以后也别去了。说的对，谁稀罕去？我们的皮肤好，用大宝也是一样，不像有些人用再好的东西也不吸收。
没占到便宜，婆婆破防了。可是1个月后，我又接到美容院电话，婆婆舔着脸去做项目了，这次没带小姑子和她婆婆。她也知道卡上的钱不多了，我和美容院老板是朋友，让她照常接待，给她出了个主意。结果婆婆做完项目要扣我卡时，才发现用不了，因为卡上一点余额全部被我换成医用产品拿走了。她尴尬的呆立在那里。被告知以后客户的卡要专卡专用，不能一卡多用。看她穿的这么富贵，不会这点钱都出不起吧？一番话把她说的面红耳赤，付了这次的服务费，拎着自己的包飞快的跑了。朋友还安排了几个小姐姐在她背后嚼舌根，连张卡都舍不得充，不知道用了谁的卡来我们这充大头。唉，这种老婆子看着穿的富贵，谁知道是不是冒牌货呢？前面的婆婆跑得更快了，等她回来，我看着她那一身富贵装，还是我上年国庆节带她去高端女装店配的一套衣服。当时她笑得合不拢嘴，拍着我的手，一口一个好闺女。如今她气呼呼坐在沙发上，拿我寻找发泄口。小曹啊，你不是经常订燕窝吗？最近怎么没有送货上门？我最近不是过敏吗？那么补的东西暂时停了，你要想喝，我把联系方式给您，您打电话自己订吧。要知道我以前订的，他都默认给自己也煮一盅，占便宜占得毫不脸红。谁像你一样嘴馋，我就随口一问，不订算了。说完就砰的甩上自己卧室门，没一会，公公怒气冲冲的回来了，看见我就像看见空气一样，径直进了屋。不一会，屋里就传来了婆婆的哭声。此刻我的八卦之心到达了顶峰，听着屋里激烈的争吵声，我也知道了个大概。婆婆上次去美容院消费的钱刷了公公的卡，公公一看消费记录，气炸了，骂婆婆老脸值几个钱，也敢去这么高档的美容院消费，也不看看自己几岁了。婆婆辩解，我以前都是用小曹的卡，谁知道他忘了充钱，才自己刷卡消费一笔。都怪小曹，用完了也不知道充钱，要不你问小曹把这笔钱要过来。我想着公公为了婆婆的美容费，问我这个儿媳妇要钱的场景，那简直没眼看。于是公公更气愤的声音传来了，你看看你整天穿的什么衣服，你一脸皱巴脸皮，穿的跟富太太做什么？老黄瓜刷嫩漆，要不要脸面？我在外面听着婆婆越来越大的哭声，笑得肚子疼。公公真有文采，知道哪里戳着最疼。没过几天，小姑子又来家里打秋风，私下里问我的美容卡充值了没有，她想去。婆婆一脸没好气，说上次的事情，小姑子骂我自私，都是一家人，怎么自己享受，不给家人也办的卡。等我下班回家，发现梳妆台上我刚买不久的时光琉璃套盒一个也没了。我问婆婆，她一脸理所当然，小袁今天回来，皮肤状态不太好，正好你那套化妆品适合她用，我让她拿走了。小姑子能随便拿我东西，他们把我当什么？她皮肤状态不好，去皮肤科找医生，关我什么事？婆婆梗着脖子说，就是皮肤科医生让她用那个化妆品，都是一家人，送给小袁怎么了？哪个皮肤科医生不给开医用护肤品，推荐她用时光琉璃的？你给我说，我也是拜访这位神医。既然都是一家人，那你再买一套送给我，不然就把你女儿拿走的东西给我还回来。她拿出手机搜索我那套化妆品的价格，看到价格那一刻，她傻眼了。正当我盯着她等着她下单时，她看到儿子回来了，立刻换了一副面孔。儿子啊，你老婆逼我给她买化妆品，不买就要把老婆子我逼死啊！她那张脸皮是黄金做的，用那么贵的化妆品，你妈我这一辈子都没用过这么贵的啊！呜呜，一番话说的姜妍满头雾水，一看婆婆手机，是前一段时间我刷她的卡买的那套。莹莹，这套你不是刚刷我的卡买过吗？怎么又要买？你问你妹妹，来娘家像是洗劫一样，让我这个做嫂子的给她充美容卡，不充就把我的化妆品打包打走，还是你亲妈授意的？姜妍捂着脑袋，看着自己妈拽着自己胳膊，很是无奈。我给钱，你再买一套吧。我突然想起来公司还有事，我先去一趟公司。说完马不停蹄的准备离开战场。婆婆还在她身后喊，儿子，要不你也给妈买一套，妈看这套化妆品不错啊。姜妍险些被门框绊倒，没回话，头也不回的跑了。婆婆翻着白眼，就知道花我儿子的钱，真是没一点骨气。花我儿子的钱还好意思问我要，真是没脸没皮。我冷哼一声，对啊，我就是要花我老公的钱，我老公愿意给我买，你羡慕啊？也让你老公给你花钱，给你买护肤品啊，该不会你老公不给你买吧？
几句话戳了婆婆的肺管子，老婆子哭着跑了。我也觉得自己忍耐到了极限，搬出去住的心思到达了顶峰。本来结婚我们就要买房搬出去住，婆婆说住一起好，能照应，还说自己女儿已经嫁了出去，就生个儿子再搬出去住，她和老头子就真成孤家寡人了。在家宴桌上就开始抹泪，我妈看了于心不忍，就同意了和他们住在一块。谁知照顾我们是假，立规矩薅媳妇羊毛才是真。没几天她腰疼病犯了，公公让我开车带她去医院看看。看在姜妍的面子上，我开着车带她出去。一路上婆婆对着我的车挑毛病，什么座椅不够软，空间不够大，不是真皮的。莹莹啊，不是我说你爸妈，陪嫁也不陪嫁辆好车，这么次的车也好意思给你，真是不知道心疼女儿。我看她又开始作妖了，直接反问，你知道心疼女儿，小姑子结婚时你陪嫁的肯定是豪车吧？她一时气得脸红脖子粗。听姜妍说，小姑子结婚想要辆6、7万的电车，婆婆嫌她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，只给了2万压箱底钱，如今却嫌弃我30万的陪嫁车不够档次，她自己又是什么档次？小姑子一度以为自己不是亲生的，直到我这个嫂子进门，她们母女联手薅羊毛，才站到统一战线上。最后眼看快到医院了，她拍着座椅开口，小曹，你整天给我顶嘴，哪有这么做小辈的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住的房子写的是我的名字，你不知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句话吗？再惹我生气，你就给我滚！我直接一脚刹车，在医院门口转了个弯朝另一条道开去，直到到了出租车公交车都很少的一条路上才停下来。你说的对，写你的名字的房我不配住，那写我名字的车你是不是也没资格坐？以后我生的孩子你也不配见。说完直接下车，拉开后车座车门，他看我一脸凶神恶煞，哆嗦着下车。你把我扔这里。话还没说完，我车已经开出很远。到车镜里，一个欲哭无泪的老婆子伸着手朝我招呼。我嘴角轻提，真是活该。晚上还在外面吃晚餐，就接到姜妍的愤怒电话。莹莹，你怎么能把我妈一个人扔在路边呢？她可是个老人，还是你婆婆，尊老爱幼懂不懂？我妈只是夸了你的车好，你也没必要提我妹妹结婚没买车的是吧？要不是有行车记录仪，我真的要被婆婆编故事的能力折服了。直接把行车记录仪录音甩过去，姜妍瞬间消音了。吃过晚饭，我直接开着车回了娘家。不是不让我住她名下的房子吗？以为谁稀罕？连姜妍过来讲和，我都懒得搭理她。还是我妈提议，既然婆媳不和，那就买房分开住吧。姜妍同意了，在爸妈的劝下，我和姜妍回了婆家。婆婆一脸委屈的坐在沙发上，我就是开玩笑随口说了几句，没想到小曹车上还有录音的，真是不把我当自家人呐。你看我们家，我啥时候装过监控、录音啥的？我抱着双臂看姜妍，她一脸无奈。妈，车上都装的有行车记录仪，那是监控路况用的，谁让你感应的？要不是有录音，我真要误会她了，您怎么能这样呢？几句话说的婆婆脸色都白了，毕竟在这件事情上，没人和她站一块。婚前说要住一块，相互有个照应的是她，婚后说让我滚出她房子的还是她，自己打自己脸，应该很爽吧？年底，姜妍拿回了年终奖，说等着自己爸妈再给点支援，明年就买房带我搬出去。我看着手机里姜妍的转账，扭头吻了她的额头。好，等我们住上新房，就开始备孕。姜妍看我心情好，直接提议，莹莹，今年过年，我爸说几个姑姑要回来，我妹初2也要回来，你就别回娘家了。你看你去年买的东西也带几万了吧？不回去正好省钱，我们明年买房宽裕。而且我妈一个人也忙不过来，你正好在家帮帮她，他们明年说不定能多给我们点买房钱。我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姜妍，觉得她脑袋被驴踢了。姜妍，他们不能年前来吗？或者过了初5不忙了再来？莹莹，你不知道嫁出去的闺女都是初2回娘家啊，怎么能改天？原来她也知道初2是回娘家的日子啊，我以为她智障呢，但是只记得自己家人，忘了我也是别人家闺女。我盯着姜妍看了几秒，盯得她浑身发毛才开口。姜妍，在你心里，只有你家的姑娘是出嫁的，需要初2回娘家。我是被你家买过来的吗？我看你妈是使唤我使唤顺手了。上年过年时，我一进厨房，你妈立刻撤手，把整个厨房的东西扔给我。我张罗好一桌子菜，你妹妹回来了，直接吃现成的。你妹妹是女儿，我也是父母的宝贝女儿。一番话说的姜妍面红耳赤。
但不知道被婆婆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还是想要狡辩一下。莹莹，我们明年不是要买房了吗？明年说不定想在一块过年也不方便了。再说把二老哄开心了，他们不是能支援我们买房，我们能更宽裕点吗？听到这，我冷笑出声，原来在这等着我呢，我直接不给他们家脸面。江岩，你妈说了，当初买房就支援我们30万，要是和他们一块住，这30万就给我们当私房钱。可是我嫁过来1年多了，你妈和你妹除了蹭我的营养品，用我的美容卡，肆无忌惮的薅我的羊毛，做过一件人事吗？是婆婆选择性失忆了，还是她私下把这笔钱给了你？看着江岩沉默的表情，我就知道婆婆是看媳妇到手了，她那铁公鸡做派能出血才怪。莹莹，就在委屈这1年，就这1年，我姑姑他们也要回来，你知道我妹刚和我妈关系缓和。说到这，我更生气。你妹和你妈关系缓和的原因是我这个嫂子进了门，母女俩联手对付我这个外人。想到以前我在自己家过年从来没下过厨，更加委屈。你妈平时吃香喝辣的时候叫上你妹，从不叫我这个做儿媳的。帮忙干活的时候把我当佣人，给画的饼冰箱都放不下了吧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她都不拿我当自己人。我没嫁过来时，你们家是不过年吗？你妈真忙不过来，不还有你妹吗？她又没断手断脚，连个家务活都不会做。江岩今天仗着自己给我转了奖金，说话也硬气起来，拉着我讨好笑道，你知道的，因为妹妹结婚没给她买陪嫁车的事，他们有点不愉快。这不是过年了，不让我妹进厨房干活，这不是表示一下心疼吗？两个人关系也能更好一点。我简直要被江岩的脑回路气笑了。你心疼你妈，你妈心疼你妹，你家人都宝贝。你想过没有，我也是我爸妈心中的宝贝。我已经气得快要爆发，眼看江岩还要说什么，直接枕头扔在他脸上。江岩，我告诉你，今年过年我也要回娘家，当我爸妈的宝贝。至于你家的佣人，谁爱做谁做。说完直接踹他一脚，把他赶到了书房。江岩死皮赖脸，一晚上不停发道歉信息，还给我推荐了几个不错的楼盘。算下来，首付正好差30万，算的真是精准。他就是想让我低头，过年他一家人伺候舒服了，拿着30万当诱饵。我要不是嫁进来1年多，熟悉了婆婆的尿性，估计真会相信这个大饼。这几天婆婆好像眼瞎一样，看不到我和江岩的别扭，反而去备了很多的年货。我看那菜式真要在过年备出来，活生生累死人的节奏。婆婆拉着我的手，虚伪笑道，小曹啊，阿言跟你说了吧，今年过年我们要好好聚聚，你的几个姑姑也要回来。大年初2你就别回娘家了，留下来，咱家今年可热闹了。你看我备了这么多年货，到时候你也搭把手，上年你小袁还说你做的饭好吃呢，今年再露一手，让他们都看看我老江家的儿媳妇多贤惠能干。我笑着扶开他的手，拿了包就去上班。在他眼里，这就是默认的态度。尤其是在过了几天，看到我开始采购人参、燕窝、鲍鱼等滋补品，更是乐开了花。莹莹，其实也不用这么破费，都是自己人。不过你姑姑和你妹妹他们回来，看你这么重视，肯定很开心。看来这1年你也想清楚了，嫁过来，我们才是一家人。一家人个屁！有便宜可占，话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没便宜可占，立刻翻脸。我算是看清了婆婆的面目，于是还是冲她笑笑，不说话。营养品放在车上，名烟名酒也在车上，一件都没搬下来。公公看着好烟好酒眼馋，想让江岩搬下来，父子俩品品。江岩没得到我的允许，只是笑着挠头，被公公骂没出息。眼看要被年货了，我天天泡在班上，每次回去都快半夜。婆婆压根抓不到我的人，把我往厨房带。早上上班，我看到婆婆揉着抬不起的腰，直接躲着她上班去，一顿饭也不在家里吃。婆婆怨言很大，把备年货这件事扔给我的算盘落空，很是不满的揪着自己儿子说，小曹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要备年货吗？整天不着家，我都快累死了，也不知道进来搭把手。江岩只好打哈哈，妈，年底了，莹莹公司事情多，加班很正常。她不加班，哪里来的年终奖？她年终奖足足有这个数，以后还不是会好好孝敬您。说完伸着指头比了个数，婆婆惊了，不再提让我备年货的事。那大年初2她可不能回娘家了，在家好好帮帮我。江岩忙不迭点头，晚上回来就给我提，莹莹，这几天不忙，你下班早点回来。我妈一个人在厨房备年货，煎炸收拾的，要累死了。我直接揪着她耳朵问，我下班晚，你不是下班早吗？你是眼瞎了？看不到你妈快累死了？该不会躺在沙发上打着游戏，然后在心里心疼着你妈吧？
还有，你妹妹不是很闲吗？我看她朋友圈还有时间出去旅游，有时间出去旅游，没时间回娘家帮自己亲妈准备年货吗？几句话对得姜妍无话可说，再次问我，莹莹，大年初二你不会再回娘家了吧？你都答应我妈了，你哪只耳朵听见我答应你妈了？你们家要团圆，我们家也要团圆，别想让我在你们家当佣人，我也有自己家要回。年30当天，我早早就带着礼品回了娘家。姜妍在半路堵住我的车，把我拦了下来。从出租车上下来的姜妍气喘吁吁跑过来，拉开副驾驶车门就坐了上来。莹莹，今天可是大年30啊，你不跟我回家，真准备回娘家过年？我回你家要当佣人，回我家是当宝贝，你说呢？姜妍一脸犹豫，还是开口，莹莹，要不我们先回去，过年都是团圆呢，说不定今年什么活也不让你干。哼，他们还是等着我回去伺候吧，等着我回去给他们做饭，你妈可是连菜都替你妹点好了。你要团圆就赶紧下去，回去团圆去，我不耽误你们家过年，我也要回我家。谁知他牛脾气犯了，你是我老婆，过年你在哪我就在哪，我不下去。就是我过年去你家待着不带劲啊，能看出来啊，所以你还不赶紧给我滚。每次去我家不是躲一边，就是在那弄花弄草，待不了几分钟就赶紧催我走。你每次去我家，我爸妈都把你当贵宾一样招待，什么活都不让你干，好吃好喝招待你，走了还给我们带一堆好东西，就这样你还觉得不得劲？我在你家呢，整天被你妈挑三拣四，还要忍着委屈在你家待着。我家你想不去就不去，你家把我当佣人，我还要忍着，后半辈子都过这样的生活。我越说越气，最后直接解开副驾驶安全带，让姜妍滚，不和他过了。姜妍吓坏了，死死拉着安全带，说什么也不下车。正在这时，婆婆电话打来了，姜妍手机响个不停。我看她抽不出手，好心帮她接了电话。阿妍，你和小曹什么时候回来？全家都等着她做饭呢。上年你妹妹就说她做饭好吃，你妹妹他们晚点过来，你们赶紧回来啊。我冷笑看着姜妍，她擦擦额头的汗。妈，你们先做饭吧，我们还在路上，不用等我们。那你们快点啊，咋会不等你们，就等小曹回来给我们做大餐了。电话被挂断，姜妍喘口气，莹莹，我们回岳母家吧。说完手机关机，算是给我表态。我爸妈看我带着姜妍回家过年，笑得合不拢嘴，整桌的大餐，我爸还把珍藏多年的好酒拿出来和姜妍小酌，两个人喝得很尽兴，这也是我出嫁这么久过得最舒心的年。除了婆婆的电话，烦人的一直响，让人焦心。我倒看看，我不回去，他们一家是不是就不吃年夜饭，要饿死了。这边酒足饭饱，我和姜妍准备回去，我爸妈给我们包了厚厚2个大红包，说是新年喜庆，大吉大利。姜妍很不好意思的收了，到车上我就让姜妍打开2个红包，看看金额。她笑我这么着急，真是个小财迷，2个红包都给我。我笑笑不说话，打开后2个红包里各2万的现金，用红绳系着。姜妍，你知道吗？去年过年我在厨房累死累活做饭给你们一家，最后你爸妈包的红包，你和你妹个1万，我的是1000。姜妍突然沉默了。回到家已经接近10点，公婆带小姑子一家在沙发上看电视。婆婆看我回来，一脸气愤，赶紧进厨房拿了围裙给我递过来。回来这么晚，不知道大年30啊？赶紧收拾收拾做饭去，都等你们呢。小姑子逗着家里的猫，扭头说，嫂子辛苦了，你做什么菜我们都爱吃。我换了鞋，抱着臂膀看着这一家人。我和姜妍在娘家吃过了，你们想吃什么自己做吧，毕竟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嘛。不会媳妇没过门，你们吃得上年夜饭，媳妇过了门，你们连怎么做饭都忘了吧。说完我直接回卧室，不理会这一家人，把姜妍关在外面。听到公公气愤的声音，你听听他说的什么话，谁家媳妇不下厨？你妈在家下厨几10年了，也没见她这么说过。小姑子在一边附和，是啊，哥，这次就是嫂子不对了，谁家媳妇在婆家不干活，揍长辈的？你得说说嫂子。姜妍这次终于说了句人话，妹子，既然都要在婆家干活，你年30怎么不在你婆家帮你婆婆做家务？年前备年货最忙的时候，你怎么不给你婆婆帮忙，反而出去旅游？小姑子被对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气哼哼拉着丈夫走了。我听到来送外卖的声音，姜妍给自己爹妈点了外卖，两老气的鼻子都要冒烟了，很是硬气的，连红包都没发，说我教坏他们儿子，说姜妍娶了媳妇忘了娘，反正没一个好东西，就他们2老最好最正确。
大年初一，婆婆就开始给我立规矩。小曹，我听说你们要买房，还要我们出钱，想分家直接说。我没想到你嫁进来不是来壮大我们这个大家庭的，反而是来搞分裂，闹得我们年30都没好日子过。你的教养呢？公公也在一边敲桌子，对大年30塞了一肚子外卖，很是不满。小曹，毕竟我们都是传统家庭，你们小两口要分开过，没能力还要啃老，住一块多好，大家热热闹闹。我一直看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没想到这么拎不清。是我们看错你了。眼看我被他爸妈联合围攻，姜妍却一个劲使眼色，让我低头，小声说，莹莹，你昨天也出气了，今天大年初一就顺着我爸妈吧，一会我再说说好话，说不定他们能多支持我们点呢。我看着这个两面三刀的男人，不想再搭理他。他们家以为真能给我立规矩啊？以前是他们演得太像，我没反应过来，被薅羊毛，明里暗里被挤兑还忍着，现在再忍，我就真成缩头乌龟，在他们家抬不起头了。于是我不再忍耐，你们女儿嫁出去，在婆家不用伺候公婆，你们说她是享福，到了我这里，嫁到你们家就要做家务，伺候公婆，不然就是不懂事，你们怎么不把自己女儿教育的懂事呢？既然婆婆也说了，我嫁进来没有壮大这个家，反而分裂了，那好，我退出就是，你们一家人好好过吧。说完直接回房间，反锁门，收拾东西。姜妍慌了，正在外面拍打门，我也不搭理他。听到姜妍终于开始在外面和自己爸妈理论，妈，你不是说我们结婚时不买房，就把30万给我们当私房钱吗？这都1年多了，你也没给我们啊，要不趁这次我们买房，把钱给我们吧。然后我就听到婆婆理直气壮的声音，那是你们结婚前说的，现在婚都结了，还提那是做什么？再说了，要是你媳妇孝敬我们二老也就算了，你看她那什么德行，也配我们再出30万给你们买房？公公也表示赞同。正当两个人和儿子编排我这个做儿媳的多不合格时，我已经收拾好了东西出来。姜妍一看我拎着行李，赶紧过来阻止，被他妈拉着，让他走。我就不信了，一个大年初一就闹了婆家天翻地覆的儿媳是什么好东西，还撺掇我儿子分家，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。姜妍拼命想阻止我，他妈拼命在身后拉着他，不让他动。莹莹，有什么事好商量，你别冲动，我答应你，就算没这30万，我们今年也买房搬出去，我努力工作。啪，清脆的耳光响起，姜妍被公公一巴掌打傻了，没用的蠢货，被一个女人牵着鼻子走。趁他们闹得不可开交，我提着自己的行李走了。回到家，爸妈听说事情的始末，对姜妍还是有点满意，可对我公婆就一言难尽了。于是提出我们欠多少房款，他们出了，让姜妍和我搬出去住，免得再有矛盾，我直接拒绝了。如果姜妍在左右摇摆，处理不好这件事，那和她生活下去只有痛苦。晚上，姜妍来接我回家，顶着一脸的红手印，把我妈都看心疼了，一起跟着劝我。谁知姜妍接下来的话让我彻底失望。莹莹，明天我姑他们就回来了，你怎么也要在家撑撑门面啊？我爸妈已经同意给我们30万买房了。我简直有点不可置信。姜妍，你不知道大年初2是回娘家的日子吗？你妹妹你姑他们要回来管我什么事？什么要撑门面？是要我在家做劳力吧？你们家要团圆，就拿我们家亲人分离来成全你们的团圆吗？说完直接把姜妍赶了出去，连带他拿的东西一块扔了出去。曹莹，我真的对你很失望。一样，我们离婚吧。我说完直接甩上门，给我们主管回了信息，愿意远调。本来年前主管就有意重用我，但是工作地在邻省，我一直犹豫，现在看来远离才是正确选择。过了年初5，我就收拾行李跑到了邻省负责项目，估计5年内都要长期在那工作。临走前给姜妍寄去了离婚协议书，他们全家炸锅了，公婆上门找我爸妈，不愿意离婚，但说的却都是我这1年多在他家多不尊重他们。我妈拿着婆婆在美容院用我卡的消费记录，我给她买衣服首饰的发票，对得她满脸臊红。2个人灰溜溜走了，姜妍给我打了无数电话，我一个也没接。直到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，我下班被一顶大伞撑在头顶，姜妍一脸笑意看着我。莹莹，我也来这边上班了，我不回去了，以后就我们2个人过我们的小日子，我一定不让你再受委屈。姜妍离家出走的半年时间里，婆婆给我打了无数电话，直到我受不了换了号码才消停。姜妍找朋友借了钱，在这边买了房子，并且写上我的名字。每天下班都能看到她在厨房忙碌的身影，没了公婆那副整天别人欠他们钱的嘴脸在家里，
果然过得舒心多了。孩子出生那天，婆婆托人给我捎话，要把孩子带回去办满月宴，他们给孩子包30万的红包。捎话的人满脸的羡慕，说你婆婆真好，出手真大方。我心里满是厌恶，姜妍看我这副表情，一个字也不敢说。我爸妈来这边，操持着办了满月宴。孩子1岁时候，公婆摸来我家，带了丰厚的礼品，在门外敲了许久的门。我从猫眼看到姜妍带着他们，心里的无名火蹭蹭上涨。姜妍，今天你敢把你爸妈带进来，我们也到头了，你想清楚再决定。门外公公听到这话，急了，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都是当妈的人了，说话还这么不懂事。我们始终都是一家人，爷爷奶奶来看孙子哪有堵门不让进的道理。小曹，你赶紧开门。听说你们买房是借的钱，你让我们见见孙子，我把钱给你们补上。我在门内沉默，抱着儿子默默流泪，不再说话。半个小时后，姜妍一人进了家。莹莹，他们回去了，没你的允许，我不会把他们带过来。我一个巴掌打在姜妍脸上。你已经把他们带到家门口了，这跟带过来有什么区别吗？姜妍，你真会恶心我。再后来，我听说公婆再也没了傲气的资本，他们的女儿搞投资，把梁老的积蓄都骗走了，承诺了高额利润。刚开始的回报的确惊人，梁老开心的手舞足蹈，还给姜妍炫耀。姜妍觉得不对劲，警告了妹妹，但是却被她妹妹说她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最后，梁老连房子都抵押进去，做了投资。1年后，这个项目才爆雷。那时候我家儿子已经3岁了，公婆却沦落街头，房子也被收走了。小姑子一家早已经不知所终，婆婆给她联系，被她骂道：“你不是重男轻女吗？去找你儿子养老啊！”于是公婆舔着脸给姜妍联系，要来给我们看孩子。我们儿子已经3岁了，早过了最难带的几年，他们还真是好意思。姜妍问我爸妈说要来给我们带孩子，我们是不是就不用请保姆了？你爸妈要是来了，你和他们一块滚。于是姜妍在老家给他们租了个房子，在那边住着。可是2个人不满足，还要姜妍回去看他们，大过年打电话给姜妍，说要团圆。此时我正和我爸妈在一块，热闹的过年。久而久之，姜妍也不愿接他们电话了。他们在有积蓄的时候，只会给他画大饼，轻易被妹妹骗走了全部积蓄。现在落难了，想起儿子了，还差点把他婚姻搅黄。姜妍挂了电话，过来给我爸敬酒，我爸欣慰地拍拍他肩膀。旧历已成昨，看着其乐融融的眼前景象，我终于有种熬出来的感觉。远离公婆，果然能过得更开心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